请选择你要挑战的魂兽年限，但禁止再出现击杀魂兽的情况。我选1000年魂兽。他的第二魂技已被禁用，凭他第一魂环那个精神攻击类技能，就算魂兽躺下来任他攻击，他都破不了魂兽的防御。这小子的魂环怎么又变成一个10年？10年魂环可能模拟出10万年魂兽气息吗？穆老师，你的水平不过如此。绝不能输给淡化兵。小师弟，快躲开！不提。少哲，开始吧。是，老师。今日与老钱召集诸位，开启海神阁会议，皆因一件关系我院100年生死枯荣之事。一派胡言！严少哲，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直接说是。分明是你答应把霍雨浩给我魂导系在先，又出尔反尔在后。灵儿。 少哲，你继续吧。灵儿说的不错，但我答应此事时，并不知道霍雨浩是双生武魂，且第二武魂拥有极致属性。那孩子就是极致属性，你看走眼了？只有我们武魂系才有教导一名极致属性拥有者的经验，并将他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。你忘了你把他踢出武魂系核心弟子的事了吗？你连他的潜能都发现不了，又怎么帮他把潜能发挥出来？而且霍雨浩的潜能并非只在武魂系，他只用了8个月就成为了一名2级魂导师，这个提升速度已经创造了魂导系的历史。 因此，我和仙院长番禺已经决定将极限单兵计划落实到他的身上。你们再怎么说，我们都不会放人的。我们魂导系倾尽全力，难道比不上你们武魂系？极致属性魂师1000年难得一见，我们武魂系更不可能放人。
你什么意思？极限单兵计划可是我们在这里共同批准的，难道你们想要反悔吗？那又如何？老爷，你们言而无信。那是你使诈。你们武魂系想要明抢吗？这个学员，我们武魂系势在必得。好了，我请诸位回想一下，我们史莱克学院创立的初心是什么？史莱克只培养怪物，不培养普通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怎么就不能大胆一点，培养一个真正的怪物呢？您的意思是，既然他具有如此惊人的天赋，那就让他同时成为武魂院和魂导院的核心弟子。武魂院、魂导院双重修炼，这可从未有过先例。不错，没有先例才叫怪物。且看他的天赋究竟能让他走多远。纣王虽然脾气古怪，但也不会不近人情。你等下务必如实说明，我也刚好借此挖挖你的底细。我相信，于浩从外院毕业前定会成为5级魂导师。等他通过考核进入内院，就可以同菜头一起实现魂导系的极限单兵计划。番禺，霍雨浩有着非同一般的魂导师天赋，我们也不能太墨守成规。您的意思是，如果他未来能成为我们培养出的极限单兵，那么何菜头就是极限单兵的辅助魂导师。可是，院长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万一失败，只有孤注一掷，我们才有成功的可能。我考虑一下，也要问问菜头的意见。霍雨浩现在已经是咱们系的核心弟子，武魂系那边的升级考核结束后，你让他参加魂导系的升级考核，我要看看他的实战能力。好。钱院长、范宇老师，不好了！小师弟在斗兽场闯了祸，被严院长带走了。纣王，这孩子我给你带来了。你小子究竟藏了什么诡计？我且试你一试。我一没动。好小子！这是极致之冰属性的冰辟仙武魂，第一魂技，冰地掌。竟然是极致之冰武魂，属性上倒是压制了老夫。不过，你那2个10万年魂环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怎么是个1000年魂环？你之前不是精神属性的武魂吗？难道你是双生武魂？是这样的，这是我的第2武魂，冰辟蝎。快走快走，那3个人可惹不起啊！想不明白霍雨浩怎突然有了2个10万年魂环。华斌，我们不会输给他们吧？我可不想给他们磕头。霍雨浩，
到底使了什么障眼法？第二魂技，模拟。百年白虎，我差点以为是白虎公爵的哪个子嗣。100年和10万年魂兽模拟起来都如此逼真，技能倒是掌握的不错。刚刚那是我灵魔武魂的模拟魂技，通过精神波动，能够扭曲空间，来模拟出各种形态及相应的气息。就是没有什么攻击力。啊，怪不得我这里修为最高的只有几头万年魂兽，你倒好，在斗兽场一上来就是10万年冰辟邪，把我的魂兽全吓瘫了。不行，以后严禁你在我这里模拟万年魂兽，不然就到兽圈里给我打扫卫生去。是，龚老师。难怪老钱特地设计要把你要到魂导系，让我任选一名新生加入魂导系，如何？极致这冰属性，灵眸双生武魂，不行。对了，有机会你就跟我去星斗大森林，用这个魂技帮我活捉魂兽，如何？好，没问题。少王，你先去忙吧，我和霍雨浩要单独聊聊。霍雨浩同学，我们武魂系之前对你的考察不够精细，在新生考核后未能让你成为武魂系的核心弟子，以至于差点失去你这个人才。我向你表达诚挚的歉意。学生不敢当。为了表示对你的补偿，我希望你能同意提前成为武魂系内院弟子。我将亲自教导你，学院的资源也会向你倾斜。我可以再向你保证2件事：一，武魂系将为你配备尽可能高品质的全部魂骨；二，至少为你附加1个10万年魂环。严院长，你难道不想跟王东和潇潇在一起吗？他俩未来也必定会成为武魂系内院弟子。哎，严少哲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忘了我们是怎么说好的吗？啊！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到。霍雨浩已是你们魂导系核心弟子，我现在只是对他提出建议而已。如果他自己选择放弃魂导系，回归武魂系，我自然是欢迎的。你，霍雨浩已经是魂导系的核心弟子，为了2系的团结，奉劝严院长还是不要再坚持了。你让我不坚持，我就不坚持吗？不如我让你1只手，我们切磋一下，谁输谁就不要坚持，如何？不如和我切磋，怎么样？严院长和钱院长吵起来之后呢？吵来吵去的没有定论，后来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大人物，最后说过几天要在什么海神阁会议上做个决断。宇浩，你可是城乡饽饽了。逐鹿挑战100年前军椅，现在开始。真可惜，学院不许你在升级考核时用模拟魂技，连上次的成绩都不作数，还要你重新进行升级考核。就是，太可惜了。没关系，就算这样，我也会尽力争取高分。逐鹿得分100分。对，我们可不能输给他们。到我了，看我表现，他们得啪啪打脸了。加油！加油！我选1000年魂兽。
1000年，那也要有挑战1000年魂兽的实力才行。土属性嗜血魔熊，攻击防御能力在魂兽中都是极强的存在。这个王东能打得过吗？王东会不会有危险？哦，这学院居然有如此出色的魂环配置。升级考核，飞行高度不得超过5米。1000年魂兽近距离作战却如此从容，这孩子的战斗素质相当不错。第1魂技，赤翼铡刀。魔熊的皮毛竟能瞬间变得如此坚韧。嗜血魔熊的天赋技能嗜血，看来王东已经激发出了魔熊的血性。失去平衡了。班长，我们要不要帮帮王东？不，王东不会希望自己胜之不武。强的范围攻击，魔熊释放了他的突出性技能地震波，王东已被击中，出现晕眩，接下来就会被魔熊反噬。严院长，是我。不到绝境，学员如何能有成长？第2魂技，邪神之光。魔熊的对地技能虽然厉害，但不能飞。王东要用他的杀手锏了。第3魂技，邪神斩。魔熊被王东压制的毫无反抗之力。王东这第3魂技，看似只是一个光球，实际却压缩了108道光明之斩，瞬间爆发力远胜他的第2魂技绝神之光。不愧是光明女神蝶武魂，第3魂技险些击杀了嗜血魔熊。王东挑战最高级别1000年魂兽，基础分可获得满分100，战斗中表现堪称完美，战斗技巧分可获得满分50。但嗜血魔熊的防御力在1000年魂兽中名列前茅，它仍然有可能抵挡住你的最后一击，你就会被它的临死反噬所伤。因此，扣除你40分，你最后通过考核的得分是110分。啊！
啊，这也扣太多了吧？一名优秀的魂师，首先要在战斗中保全自己，其次才是战胜对手，而不是和魂兽两败俱伤。你身为学院的核心弟子，会得到更好的待遇，也会受到最严格的要求，明白了吗？是，严院长，我还以为严院长会给我的第3魂技多加点分呢。我们已经领先10分了。下一位，1年级2班，崔雅洁。胡伟真。崔雅洁得分110分。小肖得分96分。206比210，我们被反超了。下一位，1年级2班，戴华彬。戴华彬是1年级目前的最强学员，天赋甚至比他哥哥戴耀恒还要高。来到2班后，他的修炼更加顺利。按照他目前的速度，他很可能会在1年到1年半之内突破到4环。